大家好，欢迎来到 T 先生的菜地和蘑菇坊。最近听说一个朋友刚刚学会种蘑菇，首次收获蘑菇的兴奋劲还没过来，就打算不再种蘑菇了。原因是对蘑菇灰尘过敏，道理是没有毛病，既然对身体不好，就不要种了呗。但仔细想想，这是不是有点因噎废食呀？那么多人在种蘑菇，这难道是不能解决的问题吗？今天就来和朋友们聊聊这个事儿。其实前面我有一个视频谈到过这事儿的，但那个视频不够深入，只是简单的提醒了一下。今天就来好好的说说，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什么是蘑菇灰尘；第二，蘑菇灰尘的危害；第三，如何避免或减少蘑菇灰尘的产生；第四，如何清理蘑菇灰尘。先说第一，什么是蘑菇灰尘？蘑菇灰也叫蘑菇粉尘，学名叫蘑菇孢子粉。在谈蘑菇灰尘之前，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所熟悉的一只典型的蘑菇的结构。这里是一只自然条件下由土壤里长出来的蘑菇，室内栽培的蘑菇也基本上是这样的，由下往上是菌柄、菌环、菌褶、菌盖。菌柄起支撑的作用，在室内栽培中，如果氧气不足，往往会导致很长的菌柄。菌环也叫菌群，不是每个蘑菇都有菌群，它的作用是早期在菌褶上形成一层覆盖物，保护菌褶。在蘑菇成熟期准备产生孢子之前，菌群退化成为菌柄上的一个残留物，它对减少蘑菇灰尘的污染很重要。后面我们会再提到。菌褶呢，就是菌盖下面像输液结构一样的组织，蘑菇孢子或者蘑菇灰就是从这个菌褶上面发生的。菌盖是最上面的一层，它其实是菌褶的基础组织，是菌褶得以发生的基础。现在我们来看它这个菌盖的横切面的解剖结构，就看得很清楚。这个是菌盖可以说是它子实体的基础部分。然后呢，这个是产子实体的，也就是菌褶的部分。菌褶的部分是产生孢子的。有时候菌褶和菌盖会合在一起，被统称为菌盖。大家注意到，以上蘑菇各部分的名称都有一个菌字。是的，蘑菇是一种大型真菌，是一种肉眼可见的微生物。能人工栽培和能食用的蘑菇，绝大部分属于真菌的担子菌纲。担子菌的菌丝生长成熟到一定的时间，就会分化，发生出一个繁殖器官，称为子实体。它是蘑菇真菌产生有性孢子的地方。换一句话说，我们所熟悉并且非常享受的蘑菇，就是这种真菌的繁殖器官。这些蘑菇孢子成熟时被子实体弹射到空中，随风漂移，遇到适宜的环境后，孢子萌发长成菌丝，然后再分化产生新的繁殖器官，周而复始。一只蘑菇发生孢子的能力是相当惊人的，每天可达到10亿、几十亿孢子之多。以一只桶装蘑菇为例吧，这是我曾经经历过的。前年在搬家的时候，有一个桶装蘑菇已经产过2、3茬蘑菇，被落在一间卧房里，没有管它，随后就忘记了门是关着的。一段时间之后，偶尔打开那个房间，里面是扑鼻而来的灰尘味道。房间里所有物件的表面都有厚厚的一层灰，约有半厘米厚，真是无孔不入。开始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看见那个桶子上4、5只已经老化的蘑菇，才明白了。可惜当时没有照相。这里借用一下 Freshcap Mushrooms 发表的关于灵芝的孢子灰，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第二，蘑菇灰的危害。蘑菇灰首先是污染居家环境，蘑菇附近的地面和一些家具的表面都有可能被覆盖上蘑菇灰。在有蘑菇灰的地面上行走，会留下清晰的脚印，如同在雪地里走过一样。它们也有可能进入空调，并通过空调系统被吹到其他房间。这个首先会对空调机有损害，进而是对人的健康有不利的影响。如果你的空调滤网是能够过滤掉真菌孢子的话，那这个发生的概率会低一些。蘑菇灰其次是造成过敏，这因人而异。我个人没有这个问题，但一开始我提到的那位朋友就有这个过敏的问题。我见过那些专业蘑菇生产者在进入蘑菇房时，都会戴上 N95的口罩。还有，蘑菇灰会造成呼吸道疾病，它的这个影响和它是不是真菌没有关系，而主要是它的粉尘性质所决定的。它的粉尘极细，属于微米级别的，所以它和其他的粉尘，特别是极细的粉尘，对身体的危害是相似的。已经报道的吸入高浓度蘑菇灰所造成的呼吸道和呼吸道相关的疾病有鼻炎、哮喘、过敏性支气管肺真菌病、过敏性鼻窦炎、超敏型肺炎。这些听起来怪吓人的哈，那就不种蘑菇了。记得在大学时，我们的农药老师在谈到低残留无毒的农药时，说到什么是无毒农药，能当饭吃吗？凡事都是相对的，饭吃多了也会挨死人的。所以关键是要正确认识这些有害的东西，然后知道怎样正确的使用它，并规避它的危害。下面来谈第3个问题：如何避免或减少蘑菇灰的产生。了解了关于蘑菇灰如何发生的相关知识，其实控制甚至避免蘑菇灰的产生一点都不难，大可不必因噎废食，因为怕蘑菇灰而不敢种蘑菇了。下面从时间、空间和菌种这几个方面来说，如何避免或减少蘑菇灰的产生。首先，时间上的控制，就是要实时采收，在蘑菇产生孢子之前就采收，不要等蘑菇完全成熟后才收蘑菇。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蘑菇收早了，有点可惜，产量不高，希望它长得再大一点。殊不知，稍微一犹豫，不知不觉它就产孢子了。其实蘑菇收早一点也不可惜的，因为你让它再长大是需要消耗更多的营养的。蘑菇收得早，营养仍然在培养基质里，没有浪费，可以让后面的蘑菇更壮实。这是所谓的能量守恒。你如果实在是想让你的蘑菇长得更丰满一点，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蘑菇桶或者菌包移到车库、地下室或者是室外。但要注意的是，搬到室外的蘑菇要特别注意保湿，一天喷2到3遍水，若有风的话还要更勤一些。其次是在空间上进行控制，在一个可以控制的小空间里种蘑菇，比如卫生间、蘑菇棚。我个人很喜欢各种大小的种植棚，长度4尺、6尺、12尺都有。小的棚就像一个罩子，把你的蘑菇罩起来；大的棚呢，人可以走进去操作，这取决于你蘑菇生产的规模有多大，但原理都是一样，既能给蘑菇包或者桶提供高湿度环境，又能
把可能发生的孢子灰控制在较小的范围。还有一个变通的办法，假如你只是种几只蘑菇的话，种几个蘑菇包的话，你也可以把快要成熟的蘑菇套上一个袋子，纸袋子和塑料袋子皆可。这样万一不小心收获晚了，孢子粉只是局限于这个袋子。最后来说说菌种的选择，不同的蘑菇品种，它们的产孢习性很不一样。平菇是最常见的食用蘑菇，也是最臭名昭著的蘑菇灰生产者。它们产生孢子的时间长，产孢量大，孢子弹射远。典型的平菇包括粉红平菇、蓝色平菇、灰色平菇、黄色平菇等等。这些平菇很容易得到，是市面上最常见的品种，也很容易种。如果你想要种这些品种，你必须要在以上所说的时间和空间上来控制它们产生孢子。下面推荐一些品种，它们或者是很少，或是不太有蘑菇灰的问题的。猴头菇，通常我们收获猴头菇时，它还没有进入产孢期，因为收获晚了的猴头菇品质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一般是收获早一点。还有它的产孢量不大。我们来看一只已经长得很老的猴头菇，这里有几个菌包，我已经没有打算它再长菇了，所以跟在这里没管它。但是今天发现它们长了一点点蘑菇，猴头菇啊，但是非常老了，现在已经看像狮子头一样。自己种猴头菇很少让它长得这么成熟的，也就是说，猴头菇到这种成熟的时候，它就开始产孢了。那它产了多少孢子呢？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角落里，这就是它产孢的痕迹。这个是它产孢的痕迹。这笔上面有一点，然后在下面，这就是它产生的孢子。所以它产生孢子是产孢量是不大的，而且是在后期才会产孢。而且猴头菇也很容易种植，所以很值得推荐。杏鲍菇虽然也叫平菇，但种植杏鲍菇的目的是为了长出更粗壮的菌柄，而不是它的菌盖。所以在收获杏鲍菇的时候，它的菌盖都很小，还远远没有达到产孢阶段。而且它不需要氧气，因此可以在比较密封的环境下培育，所以种杏鲍菇根本就没有蘑菇灰的担忧。而且因为它绝佳的口感，所以我强烈推荐这个品种。只是它的种植难度稍微偏大一点，特别是在美国南部，适合种植它的时间段很短。茶树菇，这也是我强烈推荐的一个新品种。我最近刚刚于23年12月18号出了一个桶装茶树菇的视频，欢迎大家点击屏幕右上方的链接查看。应该是全网很少的几支关于茶树菇的视频，特别是桶装的。我推荐它的理由是，茶树菇在充分成熟前，它的菌褶是被一层覆盖物保护起来的。当茶树菇成熟而准备产生孢子时，这层覆盖物就退化而成为一个菌环或者菌群，在蘑菇的柄上面，所以这个菌环的形成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只要你没有看见菌环，就没有孢子灰的担忧。而且通常我们采收茶树菇时，它的菌褶覆盖物都还在菌褶上面，完全不用担心蘑菇灰。也说一下香菇，它也是很成熟才产生孢子，所以不太用担心蘑菇灰的问题。
大家如果有其他好的品种推荐，或者是你有什么更好的防止蘑菇灰的方法，也请在评论区留言分享，谢谢。下面来说一下蘑菇灰的清理。假如你不小心产生了蘑菇灰，特别是大量的蘑菇灰尘，请注意不要用吸尘器来清理，因为它的粉尘颗粒太细，它们会进入吸尘器的滤网，会经过吸尘器的滤网，从出风口再次被吹到房间。最好是喷湿水雾，先对着空气喷一些水雾，降低空气中的孢子和清扫过程当中孢子向空中再次飞扬的机会。再就是在蘑菇灰的上方一点点喷雾，让小水珠自然落在蘑菇灰上，然后呢再用纸巾擦拭。对于局部少量发生的蘑菇灰尘，可以用双氧水用纸巾擦掉它，双氧水能氧化降解孢子。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大家既能享受种蘑菇的乐趣和品尝蘑菇的美味，又能规避蘑菇灰尘的危害。谢谢观看，下次再见。